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Chapter 6, Session 14. 天国的来临第6章第14讲。我们再总结一下上一讲所讲的，就是说呢，遵行神的旨意，顺服他的诫命，是不是进到天国的条件呢？是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们人有能力去做到，达到这个条件。这个神的恩典是救恩的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系统神学的话来讲，就是说救恩包括称义和成圣。成圣这方面，遵行父神的旨意，遵行耶稣的诫命，这个能力完全来自神的恩典，这个是天国的救恩的一部分。不但如此，而且恰恰就是旧约先知们预言救恩的时候已经说过的，就是当弥赛亚要来，王要来，国度要来的时候呢，神的子民就有这个能力来遵行他的诫命的。我们来读一些经文，以西结36章23和27节。以西结36、23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36章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上帝要把他的子民的心洗干净，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会顺从上帝的律例，遵守遵行他的典章的。耶利米书24章第7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利米31章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的。耶利米32章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所以这些都是旧约先知预言救恩的时候说的话，遵行父神的旨意是救恩的一部分，是天国的恩典的一部分，因此呢，就属于上帝的天国的属性。It is the salvation of the Lord for his people that he makes them different human beings. 主为他的子民所成就的救恩，就包含了主使他们成为不一样的人 and writes his commandments in the hearts. 主必把他的诫命写在他们的心板上。And 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个的事情的缘故呢， obedience to God's will can be effectively asked. 因此呢，信徒可以有效的求神使他们遵行父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呢，有这个权利可以问，神也会给我们能力去遵行顺服他的旨意。再来，一方面是上帝改变我们，一方面神要我们求这个成圣遵行他的话的能力，神要我们求，他也乐意给的。This viewpoint is no less central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an the above-mentioned motif of conditions. 上面讲到耶稣讲到进到天国有些条件，这个观点呢，在登山宝训也是同样的明显的。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ll the commandments in Matthew 5:13 to 16. 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所有的诫命的出发点是什么？马太福音第5章第13到16节是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呢，我们听瑞德宝斯的讲解呢，我们会有很崭新的
看见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5章13到16节。For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Beatitudes, we find here the ethical indicative of salvation. Ye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e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因为离开耶稣讲的8福一点都不远，我们在这里读到救恩的那个伦理上的事实，那个已然，就神成就了什么呢？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The reason is clear， 原因是很清楚的。For they belong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因为盐和光或者是信徒们是属于天国的。This is their advantage over men, verse 16。做盐做光就是门徒比较其他的人更有利的地方，更蒙福的地方。第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And in this way they have a preserving salt and a redeeming light significance for mankind and the world. 因此呢，既然门徒们有这种有利之处，做盐做光，因此他们对人类对世界有这种保存的重要性，盐，还有救赎的重要性，光，盐，保存，光，救赎。The advantage is not a gift of an exclusively objective nature consisting in the promise. 门徒作为盐作为光，这个好处呢，不仅仅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一个的恩典，只是上帝所应许的而已，不是的。But it's a new station in life into which they have been transposed. 做盐做光不仅仅是一个所应许的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盐和光是一个在生命中新的一个岗位，现在门徒们呢已经被转移到这个岗位上 ，in which they have become different human beings. 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不同的人 ，have had their hearts, their being changed. 他们的心，他们整个的存在完全改变了。That is why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good works by virtue of the gift granted them.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了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就能够活出好行为来。These indicative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imperatives that follow. 这些的事实，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这些已然和下面的应然这些的命令呢，是相连的。Those who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nd the salt should effectuate the working of salt and light in the good works. That is, in the ethical fulfillment of God's will. 那些就是世上的光，那些就是世上的盐的人呢，应该把盐和光的效用发挥出来，透过他们的好行为，也就是呢，透过他们在生活上的道德上遵行父神的旨意呢，就发挥出他们已经有的这个光和盐的这个效用。That is wh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mmandment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s conditions of entry in las Bedingungen or 这个法文不会读Windage 说法 is one-sided, to say the least. 所以呢，假如我们说登山宝训里的诫命只是进入天国的条件的话，就是偏了一面，而且比这个偏一面更差。
exactly becaus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tthew 5:13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就是因为马太5章13到16节在整个登山宝训占了那么重要的地位。The good works Jesus demands from his disciples， 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活出的好行为呢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be viewed as the result and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kingdom of which they participate in Christ。 这些好行为呢必须这样看，好行为就是门徒们因为在基督里有份，他们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得救了，好行为就是这个得救的结果和彰显。 So too both man's conception of the commandments as of the preaching of salvation itself as having no other significance than to place man in the position of decision appears to be insufficient。 同样的，布特曼的观点也是不足够的。他看耶稣的诫命和他看耶稣宣讲的救恩的信息呢，没有别的重要性，只不过呢，把人放在一个决定的决策的一个的位置上，这个都是不足够的。Jesus' commandments not only place man in the crisis, but also beyond it。 耶稣所吩咐的命令不单单使人在一个进入了一个危机里面，耶稣的命令要人从危机那里出来，超越这个危机。The Sermon on the Mount especially mentions not only a continually repeated decisive moment of conversion, but even more。 特别是登山宝训，它不仅仅提到不断有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回转决定的时刻，还有比这个更多的 a continuous and persevering life proceeding from such a decision。 登山宝训更加提到一个持续性的坚韧性的从这个决定这个选择而出来的一个持续性的坚韧性的生命 of the shining light。 光是照出来的 the doing of God's works， 上帝的工作或者好行为是要活出来的 the doing of justice， 公义义是要活出来的 the being perfect， 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要做出来的 the showing of one's sonship， 作为天父的儿子也是要显明出来的 the doing of the Father's will， 父神天父的旨意是会遵行的。 The new man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is not just a beautiful dream。 登山宝训里面所描述的新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美梦 nor merely a divine promise， 也不仅只是上帝所应许而已。 The new man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is present reality。 在登山宝训的这个新的人呢，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个的事实。注脚91。 Thus Karl Barth, whose discussion on Sermon on the Mount in his Kirchliche Dogmatik, Book 2, Section 2, 1946, pages 766 to 782, i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xegesis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第91注脚呢，威尔堡这样说，巴特在他的教会教义学第2卷第2册1946年766到782页里面讨论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的讨论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解释救赎历史的解经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欧洲的神学家呢，他们阅读是很广泛巴特讲的对的地方呢，他们都会尽一个理的。注脚91。再总结一下，门徒活出好行为，遵行父神的旨意，是证明他们已经得救，已经与基督有份，已经进入到天国里面，已经活在这个旧约应验的这个事实里面。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那个新的人，是现今真真实实有这种人的。In perfect agreement with this, the doing of God's will is repeatedly described as the counterpart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kingdom。
与此完全符合的一件事，乃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多次的被形容是天国的救恩的与它相配的一个事。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意思啊？ The structure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lready proves this. 登山宝训本身的架构，它的组织已经证明这一点的。First, the Beatitudes, then the commandments. 先有八福，然后是诫命。先有救恩，然后有吩咐。And it can also be pointed out with respect to the separate blessings of the kingdom. 当耶稣提到天国不同的福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指出这个事实。The first example is 第一个例子，我们要指出第一个例子就是 the remission of sins， 就是罪的赦免的例子。On the basis of the blessing given in the remission of sins, God demands from the man thus blessed with this grace his readiness also to forgive. 因为上帝赦免人他的罪，因为上帝给了这个福分给人，所以蒙这个福蒙这个恩的人啊，上帝要求命令他要准备好随时的要饶恕别人的。Moreover, this willingness is also represented as the fruit of the grace of God that has been given him. 这个愿意饶恕别人的心呢，也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的果子。Clearest case is that of the story of the penitent woman and a parable of the two debtors in connection with it. 最清楚的例子呢，就是那个忏悔的女人的故事和两个欠债者的比喻。路加福音第7章36到第50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擦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接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2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2个人的债。这2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路加福音第7章第36到第50节。另外还有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2个欠债的人，这个比喻 The teaching of both， 这个女人的忏悔跟2个债主的比喻，耶稣真的要教导的乃是 Only those people have true love who also know the bliss of forgiveness。 只有那些已经体会到罪的赦免的福分的人，才有真正的爱。 Jesus brings the remission of sins and
in a man who has experienced such remission, there will be released an entirely new abundance of overflowing love. 耶稣带来赦罪。当一个人经历到这种的赦罪的时候，从他里面就会发出一个完全新的、丰盛的、流出来满意的爱，就是罪得赦免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爱。This is why Jesus says of the woman who was a sinner, verse 47, her sins, which are many, are forgiven, for she loved much. 因此呢，耶稣提到这个身为罪人女的时候，在第47节，耶稣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For 因为 does not indicate the ground of the remission of sins. 因为不是说上帝赦免这个女人的罪是根据她的爱，不是 but it's proof 乃是证据，她的爱是证明她的罪得赦免了。This also appears from the preceding parable of the two debtors and from what follows. 从上面那个两个欠债者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 But to whom little is forgiven, the same loveth little. 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The absolute use of the verb to love, which does not occur elsewhere in the Synoptic Gospels,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 the qualification of this love all the more strongly. 这里呢，很直截了当的用爱这个字，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其他经文没有这样用的，就更加的强调这个爱的本质，更加清楚的描述这个爱。It is the love that proceeds from forgiveness and is entirely dominated by it. 这个爱是从罪的赦免所流出的，也完全因为罪的赦免来占有了它，所以他爱。In other passages too, Jesus very clearly points to this connection. 耶稣在其他经文很清楚的也指出这个罪的赦免跟爱的关联的。Thus, for example, in the parable of the debtor and his creditor, 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18章那个债主跟欠债人的比喻 ，in the statement about forgiving， 还有马太第6章14、15节讲到饶恕的时候，耶稣这样说的。马太6章14到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很清楚的也指出赦罪跟爱的关系。And in the fifth peti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还有在主祷文的第5句话，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These passages especially emphasize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human readiness to forgive if there is to be any 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ne forgiveness. 这些的经文就特别的强调，假如我们人在神的赦罪上有份的话，愿意饶恕别人呢，是不可或缺的。This is again an instance of the idea of condition. 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条件哦，是一个条件。Yet this is not saying that human action precedes God's work of salvation. 但这个并不是说人要做什么，然后接下来上帝成就救恩，不是的，不是说人做了什么，然后上帝施行救恩，不是的。The parable of Matthew 18 derives the former from the latter. 在马太18章的比喻人所做的是从上帝所做的流出的，是结果。And also the words of the fifth petition,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还有主祷文的第5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Do not point to human forgiveness as the ground, but as the necessary accompaniment of divine forgiveness. 特别不是说赦免别人、免别人的债是神赦免我们的根据，不是的，乃是说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就必然的陪伴着一件事，就是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下一讲继续来讲
这个天国的救恩和遵行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